好，线上线下的老师、同学、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NN708，是 Vanilla OS 的开发者之一。那么多年来呢，人们其实为着各式各样的应用场景呢，创造了一个纷繁复杂的 Linux 世界。它非常极客炫酷，但是呢，却少了一点简单和优雅。Vanilla OS 正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而打造的，致力于为所有用户提供一个最原汁原味的 Linux 桌面体验。今天我很荣幸在此向大家介绍即将发布的 Vanilla OS 3，一款兼具 immutable 不可变和 reproducible 可重现的操作系统。既然讨论操作系统，我想先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操作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如何定义 immutability 和 reproducibility？ 之前看到的同学们已经在讨论了什么样的系统算是 immutable 呢？我们需要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而这些对我们的操作系统又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会从用户体验出发，逐步揭示 Vanilla OS 背后的核心技术与设计哲学。要讨论操作系统呢，我们想让它是什么样子，那我们首先得看看现在的操作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大家肯定熟知这三个词 ：Windows、macOS 和 Linux。那它们给用户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 Windows。Windows 呢，首先我们肯定会想到它有极好的兼容性。我记得当年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在 DOS 上的 QBasic 在32位的 Windows 上它仍然是可以运行的。这个它确实现在是有最庞大的一个应用和游戏生态。但近年来呢 ，Windows 开始强制系统更新，更新后呢，它又经常出现 bug， 出了 bug 之后呢，你又无法保证它一定是能回推过去的。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像我们的有这个社区里面的同志就转投了 Linux。另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蓝屏的问题。我记得我刚上大学那会儿呢，是买了一台某知名品牌的笔记本，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哪一次更新之后就天天蓝屏了。当然这事儿呢也不能完全怪 Windows， 因为很多时候确实是驱动问题。但是呢，根本还是闭源生态所致的。因为你如果开源，对吧？出了问题我还可以帮你找，我还可以帮你修，但是可惜开不得。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官方如果是 Windows 的问题，它会不会修呢？对吧？我们会指望Microsoft 来帮我们修。但是我们再举个例子，大家知道这个更新这边大家点开这个开始菜单，点这个电源键，然后会有更新并关机和更新并重启。如果你点了更新并关机呢，在之前大家会发现，它还是关不掉，它照样重启了。这其实呢是一个 bug。但是这个事儿呢，被引入之后2年才得到解决，就是前段时间才修好。那么 macOS 怎么样呢？ macOS 其实挺好的，它默认有一个 F-Sandbox， 对吧？用户呢也不太容易修改我们的系统，所以可以说是十分的稳定。当然也得益于它的这个硬件本身确实比较少。那么这样的系统呢，并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比如说，之前我尝试这个在 macOS 上用我的 security key 去 SSH 连接一个服务器，然后结果发现这个 macOS 呢竟然不支持使用这个 EDR5519SK。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许可证还是什么原因，但是它就是不支持。那么我也看见社区里面有人跟这个 Apple 去反馈，但是很显然这也是得不到解答的。最后结果呢，就是大家肯定需要魔改这个系统。我相信大家可能拿到 Mac 第一件事是不是就是装 Homebrew， 对吧？就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沙箱的机制就给你破坏掉了。另一个问题呢是软件兼容性。这个右边这个 meme 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他说这个 macOS 上呢，在5年的这个系统这个给 macOS 它都告诉你，哎呀，这个系统太旧了，这个我们运行不了。这好像确实是这样但是底下俩不完全准确，这个 Windows 和 Linux 呢，实际上并不见得能运行25年前的这个软件。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师弟给了我一个2000年东京大学某教授写的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软件，然后说要运行，然后发现他提供了 Windows 和 Linux 版本，结果发现一个都运行不了所以这还是不行的。但是我相信
2010年代以后啊，软件啊，我们在 Linux 上一定可以运行。为什么？因为有了容器化技术，对不对？自从我们有了这个容器化技术和 Docker， 那我现在可以说，你现在给我一个什么，我基本上应该都能把它给跑起来，除非是和内核很相关的一些东西。当然，内核的应该来讲，它的 breaking 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对吧？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Mac 它有一些人为壁垒，比如说这个，它会告诉你啊 ，cannot be opened because the developer cannot be verified。这个呢是它之前啊，以前这个问题，你可能右键打开它就可以打开了，现在最近几个版本已经越来越麻烦了，右键也打不开，得到设置里面去那个允许，对吧？那总之就是不停的给你设置壁垒，让你很难打开这个程序。那么根本的就是想让你认真去交钱，对吧？因为你这个要签名的是要交$99一年，但是很多的开源软件呢交不起这个钱，就被排除在生态之外。其实 Mac 的生态绝对不能说是好，它的 Mac App Store 里面其实也没多少应用，对吧？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它仍然是这个，还是把这个各种的软件啊都不能在这个上面运行。那我们现在还要说说 Linux。Linux 呢给了用户一个无与伦比的自由，我们能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功能，我们也可以为上游去贡献代码，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么问题就是在这儿，为什么大家不用 Linux 呢？关键问题是，它是为管理员设计的，而不是为普通用户设计的。我们看啊，它安装任何的一个软件包，传统上来讲你都需要 sudo。那么当然 Windows 也有这个问题。Windows 你安装一个软件也需要管理员权限，比如说，我家长这个一旦给他管理员权限呢，他立刻就能在 Windows 里给我经常装出垃圾软件来。后来呢，于是我就把他的管理员权限给他收掉了啊，你就用普通用户好了。然后呢，结果呢就是一旦这个出现一些软件需要安装，比如就立刻会打个电话给我，小恩啊，这个微信它要更新啊，帮我远程输个密码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款家长啊？这个，所以总之这个他们不是把用户当用户，他是认为用户就是管理员。那实际上呢，大多数的用户呢，他其实是达不到管理员这个层次的，或者他不理解我们要管理些什么。那么话说回来呢 ，Linux 对用户的要求就更高了，它需要你有一个极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包管理器它实际上是无法保证系统一定能正常启动和工作的，任何更新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系统出现故障。我举一个可能大家觉得非常罕见，但是我确实碰到的这个事情。当时在这个 Linux 内核版本 6.12 LTS 啊，注意这是一个 LTS 版本内核。那么我更新在 LTS 版本上更新这个内核，按理说应该是极其安全的，对不对？它绝对不应该是 break 我的设备。但是结果就是一个驱动的 backport 直接破坏了它与之前的 device tree 的兼容性。导致我的 PCIe、USB 所有东西全部无法使用，整个这个我是一个国产的 ARM CPU 设备啊，直接变砖啊！最后的结果我是这个只好拿了个串口把这个东西拆开，然后拿了串口上去把这个东西给修好，对吧？对，可能这个对吧 ？Linux 干的事儿就是经常把你扔进一个 initramfs， 请你去修去，这个绝对对用户而言不是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么从桌面操作系统现状，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理想中间操作系统大概要具有3个特征。第一，它既要有像 Windows 一样的兼容性，它又要有像 macOS 一样的稳定性，它同时还要像 Linux 一样，这个 free 是免费且自由，对吧？但是呢，这里我要说，这个不能是过度的自由。Linux 现在的问题就是它的自由是过度的，我们要给每位用户恰到好处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那么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太美好了呢？但这是我们做 Vanilla OS 的初衷。那么之后我会在用户体验中具体和大家探讨一下，究竟什么算是恰到好处的自由。但在这之前呢，我首先要定义一下我们刚才在 title 里面说的2个词。第一个就是什么是 immutability 不可变性。那么不可变这个词，我们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解释啊，一个公认的理解呢，就是说我们的根文件系统应当是只读的。只读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因为意外而修改了这个系统，导致它损坏。我们可以将整个系统就比作一个容器，你只挂在一些特定的目录来做这个
持久化，其他的地方应该都是只读的。那么但是系统它是要更新的，你不可能一直是只读的，对吧？所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叫原子化的更新机制，就是说整个更新之后啊，我们要让系统处于某个确定的状态，而不是说我是每次对系统打一个补丁，这个打了补丁之后，系统前面什么状态，后面什么状态我们不知道，对吧？后面所以它就有可能坏。但如果说我们保证的是它更新之后的状态，每一个文件我们确定，那它就不太容易坏。而且这样的好处在于，我就算失败，我可以回滚到之前的版本，这也是原子更新的一个要求。那么就像好比大家可能以前在机房里面用那个还原卡，对吧？它总是你分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它就一直会保持这个状态。那这个原子更新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第三点就是在这种系统上，应用该怎么安装？在我们传统的系统上，应用是和系统一起安装的，它都是用包管理器来管理的。但现在我们不行，因为它是只读的了。那么我们这里要说，应用的特点是它要与宿主系统是分离的，作为一个用户数据来进行安装。通常呢，就以容器化的形式来进行部署。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的系统会有极致的稳定、兼容和安全。那么在 Vanilla OS 中间，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对于宿主系统，我们刚才说了，整个系统就像一个容器，那我们就直接用容器好了。这个想法是不是非常简单 ？OCI 镜像作为云原生的标准技术，在开发中间我们发现，它很灵活，我们开发的时候也用它，而它部署到生产环境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东西。那这就跟我们对操作系统要求其实是一致的，我们就希望它既灵活又稳定。正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技术。而系统更新方面 ，Vanilla OS 采用一个 A/B 更新的一个策略，这种机制大家应该在 Android 上面是见过的。它原理很简单，那就是说我系统是由两个 A、B 两个 root 分区构成，其中一个呢我们称它是 present partition， 另一个是 future partition。当系统在只读的 present partition 中运行的时候，我们就把更新装到 future partition 里面。当系统成功的更新并重启之后，我们就把它互换。那么应用交付方面，我们采用 Flatpak 优先的设计，绝大多数的我们默认应用都采用 Flatpak 来分发。稍后呢，我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我们的默认应用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因为用户可以自己选择我需要装什么样的应用。说完了不可变性，我们再来说第二点，什么是可重现性？可重现的意思是，只要给定 Vanilla OS 的源码和所需的所有的软件源的版本，我们在使用相同的这个构建环境的同时，就一定可以得到二进制比特上完全一致的镜像。也就是说，系统的一切的这个文件全部都是可预测的。这对 Vanilla OS 有什么好处呢？那我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之前在 Vanilla OS 2发布之初的一个漏洞 CVE 2024-54855。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安装这个 SSH server 的时候啊，系统呢是会自动生成一个 SSH host key， 结果呢私钥就被打包进了我们最终那个容器镜像，分发给了用户。这下每个用户得到的全部是一模一样的 SSH host key， 这就直接导致会出现这个中间人攻击。那么可重复镜像就会消除这件事，因为我们保证它的比特是相等的，所以绝对不会有一个随机的文件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打包的镜像里头。这样就不仅是这个问题解决，对吧？所有的这种类似的问题它都会解决，会防止出现这种安全漏洞啊。更重要的一个地方呢，在于供应链安全。我们现在的这个镜像是怎么构建的？我们用 GitHub Actions， 然后我们去把它给发布到 GitHub Container Registry GHCR。那么你怎么知道 GitHub 在构建的时候没有往里面去塞一些不好的东西呢？我们这里就不需要再信任一个单一的来源，你可以自己去构建，然后只要比对我们的哈希值，对我们的镜像就是最后那个 digest， 只要一比对，大家就知道这个镜像是没有经过篡改的。那么它其实也就是意味着，不仅是一个人不能篡改，就是所有人都不能篡改，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回顾 Vanilla OS 的这个发展历史呢， Vanilla OS 第一个版本呢是发布于2022年底，当时呢是基于这个 Ubuntu Kinetic， 然后在这个 Vanilla OS 2，
它是这个代号我们叫 Orchid， 它发布于2024年的7月，几乎这个重启啊。这个它从这个基于 Ubuntu 改为了基于 Debian Seed， 也奠定了现在的这一套这个整个系统架构的基础。然后 Vanilla OS 3呢，代号我们叫它 Reunion， 即将呢在近期发布，它将与上一个版本呢保持这个兼容性，标志着我们的这个系统啊是已经日趋成熟了。它基于 Debian Snapshot Archive 啊，这个就是为了我们实现这个完全的可重现性。因为你想啊，如果我的软件源是会更新的，那肯定就不能保证可重现。而 Debian Snapshot Archive 是有时间戳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锁定所有软件的版本。说完了这些抽象的概念，那么我们要说说 Vanilla OS 使用起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用户体验是 Vanilla OS 的核心，而且我们希望不论你是初学者、你是开发者还是游戏玩家，我们致力于让所有用户都获得最佳的用户体验。接下来，请大家和我一起来站在不同用户的视角，我们来看看这个 Vanilla OS 的核心技术和设计哲学。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Vanilla OS 是怎么做到对初学者友好。这是可能是这个 Linux 发行版面临的一个挑战吧。前面我已经指出了，核心就是要认识到用户他是用户，他不是什么管理员，所以我们应当就让大多数的操作都应该是无须注的权限的。那么，所以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直接卸载 sudo。你想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可变系统，对不对？你 sudo 这个能管理员操作，很多时候系统本身都只读了，你也操作不了太多的东西，对吧？这个卸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啊。那么其实对初学者而言，就是你上网，你去比如喜欢搜一些魔咒般的命令吗？你那些 sudo 命令敲进来都没用，哎，这就防止你把这个系统搞坏。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取而代之的，我们用什么呢？就直接用 Portkit。这 Portkit 呢有一个好啊，这个 pkexecute 它有一个细粒度的这样一个权限控制。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件事，就比如说更新系统这种操作，我们认为普通用户是可以做的。它虽然应该是要入权限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它无需输入密码，它就可以进行。而其他操作呢，它就不能进行。那么另一点呢，就是我们在 Vanilla OS 中是没有传统的包管理器的。那么这一点，这个之前我们 Vanilla OS 的一位联合创始人之一啊 Pietro 啊，这个分享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知名的博主，大家可能知道，叫 Linus Tech Tips LTT。他呢在某发行版上呢去尝试安装 Steam， 然后呢他敲了这个 F install Steam， 好，然后包管理器说呀，你想 install Steam 的话呢，你需要删掉整个桌面环境。然后于是他就说好，请删吧，立刻这个桌面就炸了，对吧？那因为这个包管理器呢，很多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依赖地狱，对吧？大家有时候搞不好就容易把这个东西搞坏。那么我们的设计思路很简单，就是初学者就不应该碰命令行。那么只要你不碰命令行，对吧？这是很多的事儿都是图形化界面点一点，哎，大家觉得哎这个好像跟 Windows 和 Mac 都非常相似，感觉很舒服。那么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系统还可以自动的去进行维护，因为很多时候大多数的系统，你但凡系统要更新，都是要碰命令行的。但是我们呢，希望这个系统这些所有都是自动，用户无需操心。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首先，如用户在这个 Vanilla OS 的打开这个安装 ISO 之后啊，我们看啊，会启动我们的一个 Vanilla Installer。那么跟随这个系统的安装引导呢，首先我们要选择你是 install 的话，就是用系统的官方镜像，你还可以用这个 custom image， 你可以从任意一个我们的镜像仓库去其他的 container image 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就是去选这个语言啊、时区啊、这个网络呀这些正常的设置。那么第三张图我们会看到系统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会自动的去检测你的硬件。比如说你是这里我们展示的是说你在虚拟机里运行的时候，我们会看，哎，你是虚拟机，那我们会自动提示你要不要装 VM Tools。
如果发现你是在一个 NVIDIA 显卡的设备上运行，那我们会提示你是否要装 NVIDIA 的驱动。但是这个事儿它可不是安装几个软件包那么简单了，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可变的操作系统，所以其实它是选择了我们预先构建好的几个不同的镜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很正常的选一个磁盘，然后进行全盘加密。最后呢，我们这个安装器会从这个我们的镜像仓库去拉取我们完整的一个系统镜像，将其部署在你的磁盘上。好，这个安装就到此就解决了。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面没有设置什么呢？没有设置用户。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操作用户也可以不做，因为初学者很多，大家也不会去这个真正自己装系统。我们希望这个呢，应该是 OEM 设备制造商去完成的。那么虽然现在还没有这个设备制造商和我们合作去推出这个预装 Vanilla OS 的设备，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完成了这样的安装，重启设备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 Vanilla First Setup。在这个初始设置流程中呢，才会让你去设置一个用户。那么创建完这个用户之后，你就会登录到这个用户里，完成后续的设置。那么后续的设置包括选择一个这个暗色、亮色的颜色主题，然后呢就是让你安装我们的默认应用。好，我们可以看一下默认应用是怎么安装的。那么首先我要指出一点 ，Vanilla OS 的镜像中间是只含有最必要的软件包，所以它是几乎不带任何应用的，而是在这个初始界面中间呢，我们引导你去在用户的这个模式下去安装这些应用，所以这些应用的安装都无需入权限，对吧？都是在用户模式下做的。所有的默认应用都是采用 Flatpak 去分发的。那么这是一种跨发行版容器化的打包和分发技术，一切依赖呢，它都是随这个应用一起打包和分发的。再加上呢，它有完善的这个沙箱机制和权限控制，这个就使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卓越的这个兼容性和安全性。因为依赖都打包进去了，它总会坏，对吧？那么我们要说啊，与 Fedora 不同，我们呢是不用自己的一个 Flatpak 应用仓库的，而是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所谓 Linux 的 App Store FlatHub， 只要打开 GNOME Software 这个数以千计的应用都是可以一键安装的。而且呢，由于很多开源应用呢是从源码编译的，我们这使得我们的 ARM64 也可以和 AMD64 有这个几乎一样的这个原生的应用生态。所以这是一项真正面向未来的技术。除了大量的开源软件之外呢，其实这个 FlatHub 上呢还有各种常用的国产软件，什么微信啊、QQ 啊、腾讯会议、钉钉飞书，然后甚至是我们什么佳立创 EDA当然还有 WPS，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已经上架的了，所以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一般的这个日常的办公和设计的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如何做到无需命令行实现一个系统的自动更新。这里的核心组件呢，我们叫它 Vanilla System Operator VSO， 它会按照你在我们的 Update Utility 这里面设置的一个更新频率去检查我们的更新。然后呢，它的一个好处在于它可以有一个智能化的更新机制我们会检查这个系统在不在使用，只会在你这个系统空闲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触发这个更新，因为它其实是在后台给你把这个系统整个装好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我拉取了镜像，并且在后台部署好了，只要正常重启设备，它就直接可用，因为已经装好了。这个就不像 Windows 一样，你需要等待一个漫长的更新并重启的一个过程。那么即使这个新版本要是存在 bug， 那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完善的回退机制的。那么只要开机的时候，你可以选我用上一个版本。那么系统进入上一个版本之后，它会发现，然后它会提示你说你是否需要回滚。那么只要你点是，这个系统立刻就恢复如初了。所以就像你这更新没有发生过一样。总之，绝对不会出现系统因任何问题导致你无法使用，不管更新成功还是失败，基本上是 zero downtime。那么作为对初学者友好的最后一个例子，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个魔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安装一个应用 ，FlatHub 中又没有，对吧？大家怎么办呢？那么对大家技术能力比较强的同学肯定想到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打包并将其贡献给 FlatHub，上架就可以，对吧？
这个也不像 Mac App Store 一样还要你交钱，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当然，对于普通用户，显然我们不能对他们要求这么多。那么普通用户怎么办呢？我们知道 Debian 的生态是非常好，对不对？几乎所有软件总是有 .deb 的软件包。那能不能我们直接装个 Deb 软件包啊？一般来说，对于一个不可变操作系统，这是不行的，因为我 Deb 软件包是要用包管理器去安装的。你的这个系统里面，你不让我去，你只读的，我怎么装？但是我们这儿就是可以。VSO 有一项侧载功能，这个侧载功能呢，它默认会创建一个容器化的子系统，叫做 VSO Apex Pickle。在这个子系统里面，我们达到的效果就是，你无需入权限，也不用碰包管理器，你就是双击我们的 .deb 的软件包，我们会给你一个图形化界面。然后你点了安装之后，它就装上了，而且还会贴心的将因为它是装在容器里的，我还会贴心的把这个软件加到你 GNOME 的那个这个 apps 的那个列表里面。哎，你在宿主系统上也可以一键的打开它。好，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才是这个 Vanilla OS 的冰山一角，因为我们还没开始用命令行呢，对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果用户是一位有丰富 Linux 使用经验的开发者，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会有什么不同？首先，肯定大家会想，那没有了 sudo 和 apt， 那我直接别用了，对吧？这个是不是太难受了？这个，但是你一旦打开终端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哎，我的主机名竟然就叫 VSO Apex Pickle。哦，大家应该明白了，我这个默认进的就是那个容器化的子系统，而不是宿主系统。那么在这里 sudo 和 apt 又回来了，不同的是，这是在一个 rootless 的容器中进行的，它完全不用碰宿主系统。那么如果用类似于 Windows 话来讲，我们应该叫它 Linux Subsystems on Linux。这也就意味着你其实是可以在上面运行任何操作系统的，对不对？无论是 Alpine、Arch、Ubuntu 还是 Red Hat 系的都可以。就算你不小心把这个系统搞坏了，随时可以重新创建一个新容器，因为宿主系统反正又不会坏。那么除了子系统呢，我们当然也要说宿主系统，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定义，而且在 Vanilla OS 中它非常方便自定义。这个我们接下来会着重介绍这件事。我们先来下面就是走进这个 Vanilla OS 的核心组件了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Apex， 大家在子系统的名字反复看到这个词啊。因为它就是 Vanilla OS 中管理子系统的工具，它同时有一个图形化的界面和一个命令行的界面，它支持将子系统中的桌面应用或命令导出至我们的宿主系统，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我们在侧载中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这么实现的。它的配置呢分为3个层级，我们这个从右往左看啊。第一个呢是 Package Manager， 就是我们定义这个子系统中使用什么样一个包管理器。第二层呢是 Stack， 它定义了子系统中使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镜像，然后呢使用我们刚才定义的包管理器安装哪些、预装哪些包进来。最后呢就是 Subsystem， 它就是一个 Stack 的实例，它之后启动的最终的一个容器化的开发环境。那么常用操作系统的这些配置我们都已经内置在这个 Apex 中了。但是呢，你也可以定义自己的这样一个环境配置，而且呢可以导入导出，也就是说，哎，我可以分发给其他的人，对吧？那么在 Vanilla OS 3中呢，我们还为一个流行的这个终端模拟器 Tixis 完善了对 Apex 的支持，并且我们就将其作为了我们的默认终端，换成了 Tixis。大家可以看到呢，在 Tixis 中，我们点这个加号，对吧？可以一键的选择我是进入宿主系统，还是进入我任意的一个容器的子系统，那直接就会进入这样的一个终端，非常方便。说完了子系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AB root。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宿主系统的核心组件了。那么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Vanilla OS 现在的这个磁盘分区结构。除了这个 boot 和 EFI 2个分区以外呢，我们有一个 LVM 的 Volume Group， 在这个 Volume Group 里面呢，包括一个500兆的 Init Volume， 它主要存放的是我们的内核和 Init
ethrem_fs，然后还有一个20G 的一个 root pool， 那么这里面就用于存放2个的根系统。剩下的磁盘空间呢，就会用来存放我们的用户数据，然后它会被挂载到运行的那一个根系统上。那么如果我们想自定义我们的这个宿主系统啊，当然我们是有这种需求的。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你的硬件上没有进行测试，我们正常希望所有的硬件都是开箱即用的，但是有可能这个硬件我们之前没有试过，然后它的驱动缺少了，你需要一个额外的驱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我们需要一个输入法，对吧？这也是一个常见的需求。那么这些东西都只能装在我们的宿主系统里，子系统里肯定没有办法用。那么我们方法就是运行这2个命令。第一步 ，ab_root package add 一个包，然后就是 ab_root package apply。好，一旦你运行 apply， 我们会在现在的这个你的基础镜像的基础上，在上面用这个就正常的容器的技术，给你去重新构建一个新镜像，其实就是多加一层 layer， 把你的这个想要的包给放进去，然后将新构建的这个容器部署到你的系统里。好，这就完成了。好，那么另一个需求呢，可能就是我们有可能要切换基础镜像。那这种需求，比如说镜像有好多种，有这个正常的桌面镜像，也有预装了各种驱动的，比如说 NVIDIA 驱动的镜像。我们如何在这2者之间切换呢？或者说我自己做了一个镜像，那么我怎么把它切到另一个镜像呢？很简单，我们完全不需要更改你的任何的这个用户数据，只需要 ab_root rebase， 然后输入任何一个容器镜像的 URL， 好了，这件事儿就解决了。一重启，我们就会进到一个新的界面里面。那么刚才说了，我们是可以自己构建自己的系统的。那么我们特别希望这件事变得特别方便，让任何人都可以构建我们自己的系统。那么为此，我们做了这样一套东西，叫 VIP Vanilla Image Builder。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 Dockerfile 的 Pre-compiler 预编译器。那么它做的事儿是用一个这个模块化的用户非常容易阅读的一个 YAML 文件来定义我们的 Dockerfile。为什么不直接用 Dockerfile 呢？我们想，其中有好几个情况我们没办法用啊。第一，大家想这个 Dockerfile 作为一个系统，它这个 Dockerfile 肯定非常长，大家很难维护，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拆成几个文件。你看我们的这个 YAML recipe 里面有一个特点，我们可以在一个 module 里面 include 另一个文件，对吧？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嵌套的方式去把我们的一个系统的配置拆成几十个文件，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我们的这个系统构建。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还支持一些插件的系统，就我们这里面的任何一个 module 它都可以是一个插件，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个插件，装一个特定的一种工具进来。不过绝大多数的东西我们现在插件已经开发好了，比如说 app 的插件装 app 的包， Go 的插件编译一个任何 Go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具，对吧？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自己也要使用嘛，我们已经做好了。当然大家也可以说，哎，我要编一个 Rust 的工具，对吧？可能目前还没写，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给做进来。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是必须要用这个来做，不能是直接写 Dockerfile 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 Dockerfile 里面你可以任意的去下载一个包，然后你就把它给装进了这个 container image 里面。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破坏我们的什么呢？会破坏我们的 reproducible， 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你下来的这个文件一定是一致的，对不对？而在这里面，我们在任何你引入一个源的时候，你要提供一个哈希值，这样就保证了，哎，你这个我们会先校对你的哈希值，保证你的这个源肯定是对的，我们再去构建。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里我可以有一个 clean up。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说熟悉这个 Flatpak 同学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们这个语法跟那个 Flatpak 的这个 manifest 非常的像啊。我们这种 clean up 呢是一个全局的清理。大家想这个，如果你在 Docker 里面你构建到最后一步，你才删掉我们的临时文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你删不掉它，因为它已经被打包在前面的 layer 里面了。但是我们这里，你只要在这儿写了 clean up， 它是全局的，它会在之前的任何一行里都运行一遍它，就保证了最后的镜像里面就不含这些文件。所以我们的镜像，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会这个本来3个 G 的东西就变成4个 G 了，就会大非常多。那么
接下来呢，在工作之余啊，大家肯定想，玩点游戏轻松一下。那么对游戏玩家 Vanilla OS 的体验如何？首先我要指出啊，Vanilla OS 并非是一个所谓专门为游戏打造的发行版。现在有一些发行版他们是喜欢宣称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优化方法，为什么不把它提交到上游呢？如果你提交到上游，可以使更多的发行版和用户从中受益。这件事不应该由我们来做。那么我们也不会预装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认为选择的权利应该全部都留给用户，对吧？这是我们体现我们的一个自由。我们要做的就是紧跟上游，将最新的内核和驱动以最稳定的方式交付给我们的用户。我相信这就足够了。那么当然我们里面也有一些为了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游戏所做的工具，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个 Prime Utility， 它可以让你方便的在这个极显和这个独显之间去进行切换。那么我还要说啊，就是 Linux 现在的游戏体验的问题，主要问题呢就是其实大家的生态目前还是集中在 Windows 的，这个大家应该这个毋庸置疑，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呢，我要介绍2个应用啊，它们都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FlatHub 去安装啊。第一个呢是 Bottles， 第二个呢就是 Steam。Bottles 呢是由 Vanilla OS 的创始人 Merkle 发起的一个项目，它是用容器化，就是在 Flatpak 里面去安装的一个 Wine 的环境管理器，所以就是你在一个容器化的环境下去用图形化界面的方式，可以去管理你的所有的 Wine。这个可以让你非常方便，它有很多的这个游戏的一些设置，你可以很方便的把一个游戏起起来，不像你之前要手动去配置我们的这个 Wine。那么 Steam 呢，当然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现在其实它的这个在我们的 Flatpak 的运行也是非常好的。Steam Deck 其实近年来是为我们的 Linux 在游戏中的普及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它的这个 Proton 啊这些东西。使我们这里面也是受益颇多。据一项统计呢，在去年10月份已经有90%的这个 Windows 游戏呢都可以在 Linux 上运行了，所以说其实这个进展还是非常快的。好，那么最后呢，我还要提一点 ，Vanilla OS 不仅对用户友好啊，我们对各种硬件也友好。作为一个不可变的系统，那么我们致力于将各种主流的硬件驱动都打包在我们的系统镜像内，从而可以使得在大多数的这个操作系统上都开箱即用。毕竟让用户自己来装驱动还是相对而言比较麻烦的一件事。那么有些用户当然这个给我们反馈说，这个装了 Vanilla OS 这个续航比这个 Windows 翻了倍了，说这个硬件支持可好了。我也不知道这个 Windows 是怎么做的啊，怎么这么耗电啊？这个。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在 Vanilla OS 3中间引入了这个原生的 ARM64 的支持。其实这个刚才说了，是一项这个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些设备都开始使用这个 ARM64 这一个 CPU。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做到了能成功在一些这个国产的 ARM 设备上完美的运行啊，当然是他们有一些主线支持的这些设备啊，这个。我们方法呢，就是将这个我们的 OCI 的这个镜像做成了这样一个多架构的这样一个容器镜像。那么当然最后呢，还要说一下，就是我们使用了些什么技术，因为我们其实大量的使用的都是这个所谓云原生技术，对吧？然后像我们的核心啊，就是 Podman， 对吧？去做这个部署啊，这些东西都是使用的他们的这些包，所以我们的开发语言也就是 Go。所以这个可能有些这个喜欢 Rust 同学比较失望，是吧？当然，如果有人愿意让用 Rust 重写，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我们呢也开发了几个 library 去实现我们中间的这些功能。在 Vanilla OS 3中间呢，我们新做的一个 library 是新应用进来的，就是 Vanilla OS SDK， 它是一个一些核心的这个库，来让我们可以去非常方便的去管理系统，用一种统一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呢，我想用3个词来总结一下这个 Vanilla OS 的设计哲学。3个 S：Simple、Stable、Secure。那么所谓的 Simple 啊，简单，我们呢其实是用一种
极简主义的和这个符合直觉的设计来设计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这使得我们最终给用户的是一个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对吧，运行起来也会更快一些，对吧？那么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尽可能的模块化，而且我们甚至很多东西不一定是为我们一个操作系统发行版设计的，我们是一个叫操作系统发行版无关的这样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的 Apex，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作为一个 Flatpak 打包上架到 FlatHub 了，所以大家可以在任何的distro 上都可以去使用它。那么另一个呢，就是Stable， 对吧？我们用了一些云原生的技术，当然这是一些经过在实践中经过验证的这样一些技术，来打造了我们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然后我们也希望始终是给大家一个最新的这样一个体验，但是同时呢，又是始终能够从错误中间恢复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安全性。我想现在在这个国际形势上啊，其实大家是缺少互信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的Linux 发行版，大家觉得国外用户他们会用吗？就是是对吧？他们可能觉得，那我不信美国的这些 Big Tech， 那我也不一定信你中国的企业。但是我们希望建立这样一种国际的互信。实际上，我们的这里面的开发团队呢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团队。我们呢希望使用我们的可重现的这样一种构建技术，能使得大家互相认可对方的构建是绝对没有后门、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建立一种，对吧？真正在一个零信任的基础上做到一个安全可靠的系统。当然，我们也肯定是完全没有收集用户信息的这种事情啊。可能其他的Big Tech 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对吧？那么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可能应该在座也很多同志也都做人工智能，对吧？在人工智能时代呢，我们想啊，其实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其实就是一个足够稳定、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对吧？来去运行我们自己的 AI 的应用，而不是呢一些像这些科技巨头所说，他要在系统中间给我们做一个让你能开箱即用的 AI 助手，对吧？这其实破坏了我们的创造力的。但是呢，他们都在这么做啊，而不管他们的系统到底稳定性如何。好，那最后呢，我搞了一个 QQ 群。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感谢一下Fabricators 提供的基础设施，感谢Vanilla OS 的每一位的贡献者，以及我们的整个社区，谢谢大家。